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。今天呢，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财经杂志写的关于国内消费的报告，题目叫做《揭秘中国消费不振的痛点》。这几年呢，我自己个人感觉，提振消费的政策其实出的还是蛮多的，但大家的体感是，消费好像一直没有真正起来过。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呢，也是一直很好奇，到底是大家没钱了，还是有钱但不愿意花？如果是不愿意花，卡点又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呢，我就以这篇财经的报告为基础，又衍生做了一些数据和研究，想跟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理一理。我先把这期视频的核心结论放在前面。我觉得我们看消费呢，不能简单把它理解成一个孤立的需求问题。消费呢是国内经济结构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，它前面连着居民收入和就业，连着房地产和资产负债表，也连着企业利润，最终有没有变成工资、社保和居民可支配收入？也就是说，消费起不来，表面看是居民不花钱，但如果我们往前再追溯一层，可能是钱在不同的环节没有顺畅的流到居民手里。财经的文章里面呢也列了3个卡点，我也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消费一直起不来的原因是什么。在开头，我们先来看一看消费的整体的情况。虽然从总量上看呢，我们国内的消费市场是仍在扩张，但增速的中枢是明显的下降。我觉得呢，这里有个非常值得关键的一个数据，就是今年5月份单月社零只有41090亿元，同比下降0.6%，这是疫后非常罕见的单月负增长。哪怕剔除掉汽车后，1到5月份增速回升至2.7%，但是这说明呢，汽车消费是拖累是很明显的，但整体消费动能走弱这个判断其实依然是存在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2021年的12.5到2026年1到5月的1.4，消费增速5年间跌去近90%，这条下行斜率就是消费不振最直观的一个证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钱都去哪里了。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国居民呢从中长期一直有个很明显的特点，就是特别爱存钱。过去几年呢，居民存款也确实快速的膨胀，到2024年底，住户存款余额已经到了151万亿元。不过呢，在2026年，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密切关注的一个转折的信号。2026年前5个月，住户存款累计新增虽然是增加的，但增速已经明显的放缓。更关键的是，4月、5月2个月，住户存款居然连续2个月合计减少了2.05万亿元，这是近10年比较罕见的一个变化。但我觉得到这里呢，也不能马上解读为消费就已经回暖了，因为这部分钱也可能流向理财、流向股市、流向债市，或者被居民拿去提前还贷。但它至少说明大家只存钱的这个预期开始有一点松动，只是这笔钱最后会不会真正流到消费端，还需要继续观察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消费增速其实整体还是在往下走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，钱没有消失，但是它的卡点在什么地方？根据财经这个文章报道，其实卡点主要分在5个方面。第一个卡点就是预期卡点，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，就是当就业稳定性下降，收入波动性在加大的时候，居民自然就会更倾向于储蓄，而不是消费。这里呢，我觉得有2个数据比较值得关注。第一个就是2026年1到5月份，规模以上工业利润企业工业利润增长，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，背后是 AI 算力需求的暴增，但同期社零是低增速，这说明利润高度集中在 AI 产业链，但还没有有效转化成广泛的就业和居民收入。另一个是呢，随着 AI 的普及，企业降本增效、裁员和灵活用工的趋势也在增加。越来越多的人从过去相对稳定、高薪的岗位转到收入波动更大的岗位，社会平均消费能力也会被稀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，AI 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企业利润的改善，
但还没有形成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广泛带动。第二个卡点，我们看一下就是财富效应卡点。这主要是因为呢，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财富里面的占的比重还是很高的。我自己一直有一个理解，就是救房地产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救居民的消费。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。从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数据来看，居民部门的债务同比增长负的0.4%，这说明居民部门正在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，少借钱，多还债，留现金的倾向还是非常的明显的。过去房价上涨的时候，很多家庭会觉得，哎，资产在增值，消费上会更加有底气。现在房地产价格在调整，大家会更愿意先把负债降下来。对单个家庭来说，这当然是理性的，但是放到整体经济来说，消费恢复就会慢一些。第三个卡点就是分配，分配的核心呢，不是企业能不能赚钱，而是企业赚到的钱有多少能变成工资、分红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。这里有一个数据，中国居民部门呢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大约是60.6%，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5个多百分点。也就是说，整个经济创造出来的收入里面，居民能够直接拿来消费的那一部分，相对还是偏少。所以，企业利润增长不一定会带来自然的消费的增长，中间还要看就业有没有改善，工资有没有上涨，居民收入能不能真正的增加。第四个卡点呢，就是社保。简单来说呢，现在的社保水平其实是有一点不上不下的。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呢，可能是杯水车薪；对高收入家庭来说，又缺乏激励。养老、医疗、教育和育儿这些长期支出，都会让居民保留一部分预防性的储蓄。居民对未来越没有安全感，今天就越不愿意花钱。第五个卡点就是财政。这里呢，不是说投资不重要，而是我们要看一个对比。2026年，财政用于直接促消费的资金大约是3500亿元，而“十五五”109项重大工程的总投资估计就超过了7万亿元。也就是说，促消费资金大约只有重大项目投资的1/20。现在呢，整个我国财政支出还是更倾向于投资，而不是消费。我觉得呢，这应该就是财政支出里面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。其实核心的问题呢，不在于该不该投资，而是投资形成的产能和利润能不能最后顺畅的通过就业、工资和居民收入最终流到消费端。最后呢，我们把这5个卡点放在一起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张因果链条图还是比较清晰的。财政资金呢会先进入企业和项目，企业形成投资和利润，企业利润再通过就业、工资、分红等方式流向居民收入，居民收入最后才会变成消费。但这条链条呢，现在有几条不太顺畅，比方说财政资金目前更多的停留在投资端，企业利润没有充分的转化为居民收入，而居民因为就业、房价和社保的压力，又更倾向于存钱、还债、少消费。所以呢，目前我们看到消费不振，并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而是这条从财政、企业到居民再到消费的传导链整体都不太顺畅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单靠一些消费券或者以旧换新，能够解决一部分短期问题，但很难单独解决整个消费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整个消费的问题是整条传导链不够顺畅，那么呢，要破局也不太可能靠某一项政策一次性解决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如果要改善这个消费的情况，分成3个时间尺度来看呢，分为短期、中期和长期。短期来看呢，先稳预期；中期调分配、补社保；长期再做经济结构的转型。短期来看呢，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把消费数据一下子做得有多好看，而是先让居民的预期稳下来。因为大家只有觉得收入和资产负债表不会再恶化，才会愿意继续去消费。所以短期政策呢，一方面还是要继续做消费券、以旧换新这些直接刺激；另一方面呢，更重要的是减轻居民已有的负担，
比如说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啊，稳定房地产市场等等。这类政策的作用呢，可能不一定是让大家立刻多买多少东西，但它能让一部分家庭每个月少还一点利息，或者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资产继续缩水。预期先稳住，消费才有可能会慢慢回来。但短期刺激呢，只能止血，不能替代中期改革。中期真正要解的还是居民收入占比和社会保障的问题。比方说养老、育儿这些支出，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会非常直接。农村养老金、育儿补贴，如果能更有效、针对性的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，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就会下降一些。另外呢，企业利润、国资收益和居民收入之间也需要建立更顺畅的一些传导机制，包括说提高国资收益用于社保和民生的比例，提高上市公司分红水平，这些本质上都是让更多收入能够回到居民部门。因为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真正增加了，消费才不是靠补贴硬拉起来的，而是有持续性的。最后是长期，长期来看呢，中国经济还是要从过去更强调投资于物，慢慢的转向更重视投资于人。这里不是否定投资，因为科技、制造业、基础设施未来肯定还是要继续投资的。但如果投资最后不能形成新的产能，而居民收入和消费没有同步跟上，产能就很难有更多的有效消化。所以未来呢，不光要看 GDP 增速，也要更多看居民收入、就业质量、消费率这些指标。特别是在现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怎么让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，最终也能转化成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，这可能是长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最后呢，我觉得这篇报告有一个核心逻辑，我觉得提得很好啊，就是要打破低价、低利润、低收入的负反馈的一个循环。现在的整一个的消费弱，主要还是因为企业为了把产品卖出去，只能够不断的降价。价格降下来以后呢，企业利润变薄，就更不愿意加工资扩招，甚至还要继续降本增效。居民收入没有改善，消费就会更弱。这样一来呢，消费弱，企业降价，利润变薄，居民收入偏弱，最后又回到消费继续疲软，形成了一个负反馈循环。所以前面讲的一些短期稳预期、中期调分配和补社保、长期调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等等，本质上都是在这个反馈循环的不同环节发力。包括此前国内政策也出手规范外卖平台的低价竞争，我个人理解也是为了避免企业长期陷入无底线的降价，最后把利润、就业和消费一起拖弱。最后，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内容。第一，国内消费不振，不只是居民不愿意花钱这么简单，消费增速下来了，居民存款又比较高，背后反映的是对收入、就业和资产价格的谨慎。第二，钱从财政到企业再到居民和消费这条链条，目前来看并不顺畅。预期房地产财富效应、收入分配、社保和财政结构都在影响这件事。第三，提振消费不是简单发几轮消费券就够了，真正重要的还是让居民收入能够持续改善，让大家对养老、医疗、教育这些未来支出更有底气，也让企业利润更顺畅地传导到就业和工资上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，欢迎收藏、关注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